华盛顿号航母王者归来将于2025年之前部署于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搭载最新 MQ-25A 红宇无人加油机，拥有超过1500千米以上的作战半径。2023年3月1日，据欧亚时报报道，华盛顿号航母在进行超过5年半的中期维修和燃料补给后，将在下一次轮替周期中部署到横须贺海军基地。华盛顿号航母这次重回横须贺部署，将升级无人空中加油能力。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康宁汉表示，虽然计划已经拟定，但除非做好适当协调，否则目前还无法公开细节。虽然康宁汉并未透露华盛顿号航母部署的具体时间，不过我们还是能够通过美军常规的部署周期来进行推断。在美军2019财年国防预算中增加了一项条款，海军舰艇的海外前沿部署时限为10年，这样频繁轮换才以保持最佳状态。目前部署在横须贺港的美军航母为里根号，是在2015年部署一次，这意味着里根号到2025年必须要进行轮换，而接替它的华盛顿号自然将会在此时间之前部署到位。值得一提的是，里根号此前被部署到横须贺港，接替的正是华盛顿号。华盛顿号是第一艘常驻日本的航母，自2008年进驻横须贺后，就一直处于战备值班状态，负责整个东亚地区的巡航，每年都按惯例出海，定期参加区域军事演习，以检验战斗能力。而原本里根号的主要任务是为美国的全球反恐作战提供海上支援，曾被美国海军派遣到斯里兰卡执行任务，支援驻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美军部队的海上行动，曾起飞 FA-181F 超级大黄蜂战机攻击伊拉克的敌方目标。2015年，美军在日本横须贺的基地成为里根号的新母港，接替了此前部署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而让美国海军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除了华盛顿号需要例行维修的内因外，还有个原因则是外界因素。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发生大地震，华盛顿号首先监测到福岛范围内存在非正常的核物质，从而判断福岛核电站可能有受损导致泄漏。为了不被地震以及核辐射所影响，美国海军将部署于东京湾的华盛顿号驶向日本东北地区外海，进行代号为朋友大作战的灾区救援协助工作。救援工作结束后，华盛顿号虽然没有大问题，但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影响，不仅船身有一处破损，部分航母舰员也遭受了核辐射。于是美国这艘唯一一个母港在海外的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在驻防日本7年后启程离开日本回国整修，继任者是里根号航母，也可以说是里根号替华盛顿号占了近8年的岗。在此期间，美国海军航母还面临数量不足的问题，恨不得将一艘航母掰成2艘用，而里根号则可谓是劳苦功高，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哪里有事往哪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军甚至不得不把航母战斗群拆开，让舰艇分开执行任务，甚至让一艘搭载 F-35的黄蜂级两栖攻击舰暂时充当航母的角色。现如今，任务期限眼看马上就要完成，里根号也即将返回美国南加州圣迭戈军港迎接下一次任务。我们说回华盛顿号，前面提到了该航母是美国海军第一艘常驻日本的航母，也是美国第一艘永久驻扎海外的核动力航母。自2008年进入第7舰队以来，华盛顿号就一直是美国在东亚的重要威慑力量。该航母部署于日本东京湾的横须贺海军基地，该基地在2战期间是日本最主要军港之一。2战后被美军接管，成为美国海军第7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和该舰队最主要母港。自1973年以来，先后有中途岛号、独立号、小鹰号、华盛顿号和里根号5艘航母以横须贺军港为母港，横须贺也因此成为美国在海外唯一的常设航母母港。这里同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军港和海上自卫队司令部所在地，说是日本军事的核心也不为过。而华盛顿号这个名字对于日本而言也颇为特殊。在华盛顿号航母之前，美国还有一艘以华盛顿为名的军舰，那就是在1941年服役的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华盛顿号。该舰最为辉煌的战绩便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在夜间利用雷达瞄准，一举击沉了日本联合舰队的雾岛号战列舰。美国海军选择华盛顿号作为常驻横须贺的核动力航母，你们觉得是有心还是无意呢？
华盛顿号是尼米兹级航母的6号舰，于1992年服役，计划服役时间50年。作为一艘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在50年的生命周期内无需加注任何化石燃料，只需在服役中期重新装填核燃料即可。华盛顿号自2017年起开始接受为期4年的中期大修，换下了不少老旧零部件。在干船坞内进行的改装工作中，华盛顿号更换了数千个阀门，安装了全新的螺旋桨，并进行了全舰重新涂漆。在更换零部件的过程中，美国海军还为华盛顿号换上了企业号航母的船锚。企业号作为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于2012年正式退役。把企业号的船锚装到华盛顿号上，既是旧物利用，也是一种海军文化的传承。在维护期间，美国海军还对其进行了重大升级，对舰岛、桅杆等重要部件进行了结构优化。船厂还对弹射器与飞机回收装置进行了升级，以提升华盛顿号的战机出动效率及可靠性。除此之外的升级重点则是电子设备、机库、作战系统等方面。作为一艘30余年前开工的航母，华盛顿号的电子设备已经严重老化，与现如今世界各国最新的航母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华盛顿号即将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面对该地区日益严重的导弹威胁，华盛顿号这次就换装了新型 EASR 雷达。该款雷达是 ANSPY-6 雷达的改进版，而 ANSPY-6 是目前美军最先进的舰用雷达，拥有强大的侦测预警能力。华盛顿号配备 EASR 雷达后，已经成为美国海军在东亚地区反导能力最强的战舰。除了强大的雷达系统外，华盛顿号还配备了另一套杀手锏，那就是波音公司的 MQ-25A 红鱼无人加油机。首批4架 MQ-25最快将于2024年形成初始战斗力。该款装备正是美军航母编队为应对敌方日益增强的区域拒止能力而生的产物。由于远程巡航导弹和弹道反舰导弹的威胁，美国海军航母的部署面临被推回数百海里的可能。这种趋势必然会降低美国航母打击群的力量投放和远程打击能力。因此，自2007年起，美国海军在无人作战航空系统展示项目上花了数十亿美金，计划发展出一款喷气动力、战斗机大小、可在航母上起降的无人机系统，为未来隐身远程打击无人机队奠定技术和战术指标基础。正是在这一设想下，波音公司的 MQ-25A 横空出世。该款无人机可为航母舰载机进行空中加油，比如 FA-18EF 超级大黄蜂、EA-18G 咆哮者和 F-35C 战机。MQ-25A 可长时间进行空中滞留，不仅大大减轻了飞行员的飞行压力，还能够部署在距离航母约800千米外，为美国航母舰载机提供空中加油服务。自从1997年 KA-6D 舰载加油机退役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未能再装备一款专门用于为 F-A-18 延长有限作战半径的加油机。2009年，兼任加油任务10余年的 S-3 反潜机也宣告退役。美国海军想要增加舰载战斗机的航程，就只能通过一架 FA-18EF 超级大黄蜂为另一架同类机型加油的伙伴加油方式来达成，也就是挂在额外的副油箱升空为伙伴战机加油。但是这种身兼多职的做法大大消耗了原本的飞行小时，因为即便不考虑空中加油任务，超级大黄蜂的飞行小时中已有一大部分用在非战斗任务上，特别是飞行训练、航母起降训练、作战训练、往返于航母与作战空域等。平均8600小时的飞行寿命只有20%用于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专门分出一部分飞机负责空中加油任务，更加拉低了飞行小时的分配效率。这样做不仅麻烦，还缩短了用于加油的那架战机的使用寿命，让许多舰载机只能沦为陪衬。华盛顿号在换装 MQ-25A 之后，舰上许多原本用于空中加油的超级大黄蜂就能够重返作战的用途。虽然 MQ-25 看起来个头不大，但其加油的效率可是相当的高。按照美国海军的设计要求， MQ-25A 能够在距离航母500海里处为战机提供 1.5万磅的燃油，可以为4至6架舰载机提供加油服务，可以使舰载机联队的作战半径延伸300至400海里，让航母拥有超过至少1500千米以上的作战半径。这样等于是增加了航母的打击能力，对于提高航母的作战效能起到倍增的作用。
而且另一种作用更是增加了美国航母的安全性，毕竟舰载机的作战半径越大，就意味着航母的安全距离越长，这在对抗区域拒止战略方面尤其重要。华盛顿号搭载 MQ-25A 后，将能够从更远的距离向有争议的地区派出舰载机，能够在敌方导弹射程之外执行打击任务，可以封锁1000至1800千米的正面距离。这个长度相当于日本本岛的最南端至台湾岛最北端的直线距离。在执行海域控制任务时，能控制半径为1000千米的海域。因此，华盛顿号在换装 EASR 雷达和 MQ-25A 无人加油机后，将成为最先进的尼米兹级航母，其作战能力将仅次于福特号，成为全球第2。待其部署到横须贺海军基地后，美军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实力将进一步增强。该地区一旦爆发军事冲突，华盛顿号在必要时还可得到第3舰队的卡尔文森号、斯坦尼斯号、罗斯福号以及尼米兹号这4艘航母的增援。而在可搭载 F-35B 的两栖攻击舰中，更有常驻佐世保的黄蜂号以及第3舰队的艾塞克斯号、拳击手号、马金岛号和美国号的支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作战中， F-35C、F-35B、EF-18EF 构成口袋阵， EF-18EF 在口袋底构成阻击线， F-35在口袋侧构成伏击线。F-35利用速度和隐身优势侦察敌情，指挥 EF-18EF 进行空中阻击。这样的伏击与阻击的结合，对于美军的对手是致命的，即使装备有隐身战机，也不便贸然冲进去。当然，这种作战只是单纯考虑到美国海军的舰载机联队，该地区还有大量的美国空军战机，将空军算进去，优势无疑会更明显。总之，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就目前来看，还是绝对的老大。华盛顿号的王者归来将会进一步放大优势效应。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华盛顿号部署在横须贺海军基地后，将会对台海周边各方军力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